選舉氛圍已經到，但是你的選舉準備，你有沒有做好？結構性的調整，戰略的一個縱深的開闊，國際局勢的激烈變化。鄭麗文主席就是很好的後勤的角色，誰當家誰負責誰倒霉嘛，永遠甩鍋那是沒有可能。國民黨多年以來必談的很多事情，鄭麗文是最敢的。我們討論國家大事，不要討論立場，先討論方法。縱觀歷史的發展，因為國民黨本來就是個務實的政黨，那有很多事情講不清楚的時候，就會被謠言模糊了焦點。適時的把話說清楚，我想是有必要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黨慶131年，其實黨的核心到底是什麼？其實我覺得鄭麗文讓我看到的是國民黨多年以來必談的很多事情，鄭麗文是最敢談。善用論述的能力稍微清晰一點，因為這個國民黨在過去的模糊裡面也吃了很多悶虧啦，就很多時候是講不清楚。那有很多事情講不清楚的時候，就會被謠言模糊了焦點。適時的把話說清楚，我想是有必要的。那當然要看時勢而為嘛，看一個好的時機而為嘛。也許在2016、2020那樣子一個國際氛圍下面去談國民黨的角色是相對不討喜，但我認為這個東西本來就變化。你看，如果說民進黨打的招數是一樣，他一直都是抗中保台，同一張牌反覆的去打。那如果這個牌還是有效，或者是受到這個社會氛圍的全面祝福的話，那其實賴清德的得票絕對不會是過不了半，民進黨不會丟掉國會多數。這我想那個是民心思變的一種指標。國民黨要贏，他不能只靠民生議題。我們在民生議題，我認為我們非常有優勢，包含地方縣市的執政，立法院在民生法案的推動都很好的優勢。對，但單靠民生恐怕沒有辦法贏得總統大選。所以說除了民生之外，我們要把本來很不利的民族相關的戰場，你要把自己的線畫得很清楚，然後也要該講，你不能讓民進黨越過來權勢，然後扣上帽子。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戰場，我覺得是民權的戰場，就是我們要慢慢也會丟出一些，我覺得立法院是很適合發動這樣子的一個戰場，就是一些憲政的改革的一些方向，好，深化民主的一些方向。我覺得這幾個互相可以配合的時候，國民黨可以大聲的把自己的主張說出來。也就是說，跟過去比起來，現在氛圍對我們稍微有利一點點。那鄭麗文主席本人很能言善道的，那他就可以去談經國最大的貢獻，基本上就是開創了台灣未來的任何領導人要把經濟拼出來，就是民主的全面深化。在國民黨長期執政，也背了很多的包袱，承擔了很多歷史責任的情況之下，其實得最多利的是民進黨，但民進黨現在毀棄台灣的民主，我們要回到這一點。所以其實是慢慢，你可以看得出論述的層次開始出來了。那既然層次出來的時候，就沒有論述的空間，就只剩回避意圖。我覺得這是過去的路線跟現在路線的差異。我不認為核心路線上有任何的調整。很多人講說什麼有鄭麗文路線啦，什麼紅統什麼，我覺得都多慮了。他的路線就是國民党本來的路線，只是他更願意花一些時間去談這個事，而不是說我全面用回避的角度來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挑戰。效果如何？我覺得不妨一試嘛。我覺得選舉成敗論英雄，我這人是非常務實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的事情。那該談的話，那就勇敢談。但另外就是說，從也許馬場町事件等等，黨內一定都會有不同意見。可是我想主席心胸也還蠻開放。這個朱立倫前主席也提醒嘛，說黨主席要認棒，挨罵你就要被罵是工作嘛，對不對？那我想很多的批評指教，其實大家也都接受。那接受的時候，大家討論，然後找出路。很重要的，我認為重要的一個方向是，我要去敢去了解議題的各式各樣的走向，了解輿論的反應，然後我做適時的調整跟修正，然後找到甜蜜點。我覺得是黨中央的任務，然後也是我們正在努力的目標。全世界的國關劇烈的變化，沒錯，問題其實這跟國民黨的未來路線有非常大的密切相關。沒錯。只是過去的國民黨人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他更多的，因為大家也知道，國民黨過去大概從16年，好，甚至可以推到14年。14年其實地方選舉就選得很糟糕了。是的。那到現在剛好11個年頭，其實國民黨很多時候靠的是地方派系撐下去。但是當你長期的依靠地方派系撐下去的時候，地方派系當然是付出居功厥偉巨大的代價。很多人因為這個當中被民進黨抓去關嘛。這個當然他個別的操守什麼是一個問題，但是民進黨有意識的去針對國民黨的地方派系進行清剿，包含呢最可惡的就是包括農田水利會直接給你國有化，諸如此類。因為桃園農田水利會是很重要的，桃園這個皮塘就是完全靠農田水利會過去要去調水嘛。那反正很多的這種事情，那可是國民黨撐到今天。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就是國民黨這11年以來，他的整個論述的層級完全降到地方層級上，他的中央路線相對完全是隱薄了，所以出現了一種迷思，就是國民党只要走中間路線，那就會讓多數的人來支持。可是我們放眼從16年、20年到24年。民進黨是越選越極端啊。我的看法是這樣啦，就是說，我覺得每一個路線它之所以存在，它都有它的道理，它都有時事的這樣子的一個驅動，才會產生。但是關鍵是我們政治上要開疆拓土的時候，其實你就是要把握時事的變化，然後做合理的調整。我認為它叫合理的調整。我並不是講過去，你看很多網友也會講，或者是我們也接到很多記者，你就好好講下架民進黨就好，這當然也不是錯的，因為這個號召有部分的效果，但它的效果未盡全功嘛，這也是一種方向，對不對？不能下架民進黨变成是討厭民進黨而支
支持國民黨嘛，這個是就有差異的。我個人認為，你這個想法下架民進黨，他並沒有被揚棄啊。我並沒有講說我要去談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就不談制衡民進黨、下架民進黨，不是的，我還是談嘛。但是我是擴張，我多談更多的事情，那看看有沒有辦法1+1大於2。我覺得是大的方向的把控是這樣，因為過去大家談下架民進黨，我們拿回了國會的多數啊，但我們沒有拿回總統大選。自己的個性，我本來就是比較進取的。如果我這一塊已經有票房，我會想我下一個票房在哪裡？我這裡有了，我就要拿另外的票。這個跟我們一樣，我們選舉的時候，我有核心支持者的票，比如我拿到政黨提名，我政黨核心支持者的票，那我想我要去抓中間選，就一步一步來嘛。是，那中間選民這麼多，你好，我有青年，我抓青年票；婦女抓婦女票，比如運動社團，我抓體育票，就是總是往前進的，一塊接着一塊打。那如果這樣的話，就其實剛剛你講的問題，就是說好像只能談地方的建設、品質、民生都非常好。我想大家不會反對國民黨現在遇到的這個困境，夠的時候我就進去，我就談更多。那談的時候，國民黨因為個性比較保守，所以說你談新的東西的時候，大家會比較害怕，然後一定会有一些波折，而且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就正常。哪怕有人反对也很正常，因为这本来就是这样嘛。大家遇到新的改变的时候，难免疑虑，难免会规避风险，就是大家对于路线跟打赢的胜利方程式本来就有不同的想象，沟通嘛，接受不同的想法，调整，用扩张的心态，然後靈活的手段來處理這個事，我覺得才是把國民黨基本盤做大的方式。就我們終究當民眾黨崛起的時候，拿掉了一塊，然後藍加白都大於綠，沒有錯。所以技術上，也許你克服藍白合，你就打贏選戰。但是我們為什麼只要這樣就好？我一定是想，我為什麼不多拿？我為什麼不再更多呢？我為什麼不再說服更多的人呢？我覺得只有這種心態比較健康。那我也不是想說，當然你現在講說我要擴大的方式是因為民進黨，所以你只要一直講這個，也許會擴張，但是也有極限嘛。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就是修理民進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然後你發現它鐵板一塊，所以就表示你的招式的邊際效益已經沒有了嘛。那如果是這個時候調整一下，我覺得要敢調整，至少要敢調整。我沒有講調整一定對，我沒有講調整一定沒有風險，我也沒有講說這最後一定會成功，沒有的。甚至如果可以用算的，然後就弄出一條一定會贏的，那大家不用搞啦 ，AI 搞就好，對不對？對啊。但是就是因為不確定性嘛，那但是你敢碰，我認為有機會。然後我認為我們也算有點本錢做這個事，因為現在的氛圍或者是基底不差，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大膽的調整。那如果真的不合時宜，或者是不被國際局勢或什麼的祝福，你趕快修正，這樣就好。其實整個國際局勢這個風起雲湧的變化，是我們非常高度關注。接下來兩岸會怎麼樣受到影響啊？民族、民權、民生，其實你暗用了三民主義來討論整個的問題，這不是才能圍繞着國民黨的核心嗎？但是國民黨很多人三民主義是啥，他可能不知道，沒有民族民想，這個搞錯了，不是啊。就說大家在政治現實嘛，我講他政治除了有理想、有理論架構、有思想之外，他也有現實的需要。那國民黨在最近這一段時間，基本上是很停留在現實這樣子一個層次。但怎麼做結合？我要的是結合，我要的不是說走現實是不對，只要搞思想不是的嘛。你只搞思想，你也打不贏選舉，我們都清楚這個事嘛。所以是你的理論概念怎麼樣跟現實的政策做連結？比如談民族主義，你當然當初是中華民國憲法，是整個中國的未來發展的方向跟走向。是，但是中國認同可能在台灣現在眼下並不是一個主流的社會民意嘛。所以這個戰場它就不是優勢戰場。那你要怎麼去有效的去論述，然後找好的政策？至少我在這個戰場我不能扣太多分，這就是我們要想的事嘛，黨中央要思考的事情嘛。那我在優勢戰場，而民生主義我怎麼樣進一步？民權的戰場我怎麼樣深化民主？它慢慢就會往這個方向去嘛。所以我一直覺得說，這個國民黨最重要的是重新的把主義，就思想、行動綱領、信念跟實際的行動做結合，一直都有這樣做。因為對啊，你想從蔣經國時代以來，最主要的其實就是把三民主義落實在台灣。是啊，蔣經國不是一個思想家，他是一個落實家。因為現在的所有的架構，其實就按照當初民生主義的架構去在推行。包括民權，他為什麼要解嚴？他其實在推動民權主義的發展。那包括民族，不是蔣經國是用民族主義用最多的，因為民族主義不單只是講自己是中國人，更重要的是講聯合一切平等代有之民族，怎麼去靈活的運用這個，所以跟新加坡拉關係，跟很多地方拉關係。這個不管他是國族主義也好，新加坡呢，他這個是由國族主義來包容他的華人、印度人跟馬來人怎麼去在整合，這些很多的東西。但是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國民黨都做過，但是歷史上像一團混沌賬，講都講不清楚，反而常常被民進黨拿來修理。所以馬場町的事情其實讓我有個深刻的想法，就是說那根本踢翻了民進黨的一個最大的罩門，就是根本沒有綠色劣勢，他是拿紅色劣勢來湊。這麼好的一個機會，可是我看到的是國民黨沒有整隊，大家沒有辦法跟上。對我來講這很正常，就是說我們最近這一段時間的選擇跟習慣，跟過去的一些失敗的經驗，都造成了改變的阻力。那但是你不碰，你不會知道的。那分寸捏拿在哪裡啊？那有些人也善盡了提醒的責任，我覺得也都要正面看待。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啊。那做決策一定有優點也有缺點，我覺得我們都要更貼近現實一點。沒有人是完美的，沒有人是100分的，沒有人是英明神武，沒這回事。不要造神，就大家就是做決策，然後這個決策會有優點有缺點，碰到優點怎麼放大，碰到缺點怎麼修正。國民黨就反覆的往這個方向去談，這個黨就會往前。那你覺得怎麼樣讓國民黨更熟悉，或者運用理論工具作為實際實踐的武器？因為民進黨是很熟悉這一塊的，他們的理論工具的使用在實際實踐上是非常不擇手段的，
哦，比如說他們講到了他們對抗威權啊，我覺得以國民黨線下的角色，然後我們也正在做的方向，其實是當照妖鏡啊，因為我們是在野黨。你剛剛講了，民進黨很擅長用價值理念跟這些東西來做包裝，然後把這些東西化約成這個世界的全部。对，我們就是拆散這個事啊。你有沒有發現比較最近的事，包括沈伯洋的事情，对不對？價值上哦，你應該要伸張啊，你應該要保護我們的議員，然後我們就提了一堆方法，我們就是讓你很務實的來討論這些事嘛。我要問的是方法，他要紀念黃百韜，又要搞思想鬥爭，那我就講好啊，你敬軍愛民，那請問你軍人待遇，你軍人加薪你編了？你要講說你忠誠，那我想，那你那何仁傑、吳尚宇，你們誰負了政治責任？我就把你拉回現實嘛，這就是國民黨現在馬上可以做的事嘛。那我就把現實的狀況提出來，大家來討論。我們自己的民生的戰場一直都不錯，努力的把它經濟搞好，分配搞好，這本來也就是立法院一直在強調的事。為什麼要做國會改革？因為不希望行政濫權嘛。我們其實沒有脫離這個軌道，走在這個軌道上的方式都是務實的。我覺得這些都是國民黨的優勢。你要敢講，優勢是立場表述嘛。那我們的優勢是做法，是行動。那我們就要放大我們的優勢啊，然後拿我們的優勢檢視對方的謊言嘛。就是這樣子啊。所以我覺得慢慢，我覺得議題攻防的走向會往這個方向去。我覺得你把這個議題方向往這邊帶，說實在是相當精彩的。因為民進黨長期以來那些神主牌，就是完全是意識形態袈裟。他那件袈裟沒有多了不起，真正的問題是和尚會不會念經啊？不是他媽你穿什麼袈裟啊？沒錯。但他袈裟穿得很漂亮，所以每一次國民黨看到哇，這個大和尚袈裟穿得真漂亮，先跪了，師父對不起，弟子錯了，迷途知返，他就跟着念經，所以就會出現說，如果你想執政，你只能學習蔡英文路線。可是如果國民黨學習民進黨，那我投民進黨就好了。因為作為一個曾經是民黨支持者的我是無法理解這種想法。我們可以了解民進黨的技術啦，參採他的技術，他們的國理念是比較空泛的。覺得他們有貫徹清廉勤政愛鄉土嘛？所以我講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嘛。我們討論國家大事，不要討論立場，先討論方法。因為國民黨本來就是個務實的政黨，我們也真的有無時無刻貫徹100%的三民主義，其實沒有。你看放大這個優點，就這樣。所以其實關鍵，三民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實踐的，它非常意識形態的，它基本上你這個理論只能做一個初步的介紹，是啊，它卻沒辦法升到實處去。這也是這西方社會科學遇到瓶頸的一個關鍵。好，回過頭來，這個瓶頸的關鍵為什麼在東方的歷史學或者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沒有出現？因為這個東方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它是比較實際、很務實的，很務實的，而且更重視實際的問題。就回過頭來，就是其實這就是國民黨強項。國民黨執政那麼長的時間，對，其實民進黨執政是這幾年的事情嘛，但是過去執政經驗難道不能參酌嗎？是啊，可以啊。所以我覺得這在裡面是要有自信的。我覺得國民黨最大問題是失去了自信，在兩岸問題上被民進黨罵，也被共產黨的支持者罵，是紅綠夾殺。然後呢，在民生議題上呢，因為你在上面，你在意識形態上你已經沒有自信了，在民生議題上過去了又被小討質疑，所以這個紅綠白把國民黨越圈越小圈。我們現在就是要改变這個趨勢吧，要不然國民黨終究是未來是會被受限的。一直以來就是我個人就是用比較進取、比較積極的心態來看待國民黨發展。所以之前也有人問嘛，就是講國民黨未來的一些期待。我不希望我自己的政党只是因為民進黨很爛所以我執政，因為民進黨遇到治國問題，我們也都會遇到，這遲早要面對的事。所以你要提早做好全方位的準備。這我想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我覺得雖然在這個傳統大家認定的資歷上面是比較不足，但是他有一些傳統國民黨人沒有的資歷，就我認為他可能是很了解民進黨的生態跟思考邏輯的。換言之，在論述攻防上面，這會是我們大的優勢，因為知己知彼，你了解對手，你才會知道怎麼樣去破解，然後怎麼樣去捏拿。然後我認為在長期以來，他在媒體圈的活躍，某些層面他一定有極強的輿論敏感度，我認為是這樣的。所以其實我覺得黨內也沒有一定都說看不好啊，我覺得沒有呢，只是大家不確定，因為他確實沒有執掌大權的這樣子的一個過去的背景可以做參酌，所以有一定不確定性。可是這年頭出來的政治人物很多都是這樣，川普，因為他戰略清晰嘛，然後戰略清晰的時候，因為簡單，所以人民聽得懂，人民聽得懂會願意寄予期望，所以本來那些非按照論資排輩或者是按照以前培養接班的這樣子的一個政治人物突然之間崛起，然後大家就要去適應新的風格。因為高市早苗雖然不喜歡他，不也就是這樣，人家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拿到權力，那這是一個全世界共同的，在當代的這個社會氛圍裡面的一個必然嘛。是。那當你拿到之後，那就看嘛，那就看表現。那我覺得蔡英文主席也不會沒有準備，他以前也在馬的身邊那是發言人啊，是，那是可以參戰機要的發言人，那不是只是一般後面的他是用發言人團的那種角色，不是的，他是可以參戰機要的。所以說他對於這個大的政治決策跟風浪，他應該是看過。我就是我呼籲大家心態開放，就是說現在大家要幫國民黨做的事，就是我們講，如果用積極進取的角度看待未來的黨，我們就是要拓展，我們就是要拓展的時候，大家就幫忙交朋友，多交朋友。我覺得多交朋友的時候的必然就是我們不只是論述要勇敢，心胸也要放開。你不要因為有人批評你，或者是因為不愉快，然後就吵架，因為吵架就背離了交朋友的核心原則嘛。所以即便黨內有很多人有批評有意見，耐心溝通嘛，聽一聽他的想法，聽一聽他的顧慮，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所以那我覺得大家如果可以上下一心，好好做這件事，那我覺得對未來我還是蠻樂觀。確實啦，確實啊，我想這個交朋友，你是作為一個黨主席，你肯定要心胸開闊，背受之。但是你就繼續講你自己
故事。有的時候說服的過程不是來回拉扯，有時候說服過程是清晰自己的理念，然後讓整個大環境有所改变。对啊，你的東西清晰了，至少大家都有一套完整的说法可以做攻防嘛。对，然后大家也比较有底气，对，支持者也会比较有信心。其實至少都有這些效果。那拓展性還是要好好討論的。所以細節上的調整有必要。全世界的民主都出現一個狀況，就是我認為是新媒體跟所謂民粹，但民粹不見得是壞事我只會講時代的變化，必然。所謂的民粹的核心，之所以被傳統的體系跟結構所敵視的核心原因，是因為傳統結構跟體系無法掌握它更加的訴諸到老百姓，或者是訴諸到每個選民的本身，所以就改變了嘛，社會改變了，其實就是這樣而已啊。這個民粹加個新，為什麼加個新媒體？新媒體的傳播把這個民粹給直接對接化了。是的，所以大家會直接連接。那這個過程當中會產生很多的政治人物，他可能就是傳統政治人物，曾經本來也是個傳統政治人物。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把自己的話語給清晰化之後，大家來跟從，這也是政治很好玩的地方，也可以一呼百應。有的時候不是你說了算，那不然韓國瑜為什麼崛起？對，韓國瑜崛起就是驗證國民黨也是有這個路線的，所以嘗試嘛，就是試嘛，修正，修正，找到好的位置，就這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個新民粹最經典的代表就是川普。全世界因為川普搞得雞飛狗跳。其實從19年反送中開始的時候，事實上就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新冷戰思潮的一個高潮。從19年、20年，台灣衝上了817萬是一個高潮，但我們都要認真思考，為什麼從817萬票變成連50%都摸不到？這麼多人不爽賴清德，可是大家對於國民黨能不能重新回來執政這件事，不滿意度達到61%，只有雲嘉南、高屏澎出現滿意度高於不滿意度的狀況，就是賴清德滿意度略高於不滿意度的狀況。怎麼樣去把這樣的不滿意度，對賴清德不滿意度轉換成對國民黨的支持度？這有一個段落。第二個，尤其在國民黨，其實如果你講到2026的話，國民黨的縣市選舉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贏的，基期太高，而且民進黨這個大敗是史上最慘，所以接下來要攻的是最難攻的，講白了就是南二都，然後還有這個，因為這現在剩下嘉義縣、南高屏澎，接下來這攻防其實很確切的，而且26年保住現在的優勢，其實對國民黨也是個挑戰。然後再來就是，如果能多贏一席，大概28年機會就非常高了。不要害怕變數，這是遲早要面對的事。這些縣市首長任期都會滿，然後都會交班，遲早或多或少也會有斷層的問題，這很正常。但我覺得健康的心態來看待這樣的事情，就是26、28一起思考。因為我覺得也許26的選舉跟22年就不太一樣。我剛剛講國際局勢不一樣，社會氛圍不一樣，是，所以說大家對於議題的要求跟關注也不一樣，所以難講。就每一盤都有每一盤的一個變化，大家都各方各面都要做好準備。我沒有講說我們今天在黨的路線上戰略清晰之後，就一定要求所有的縣市政府用這樣路線打仗，不是，靈活的調整，因地制宜，能打贏就好。但是你不能不準備，萬一有些地方需要這個路線的時候，你不能沒有。我覺得黨中央的工作是這個，跟國民黨有關的各種題目的論述基底、大方向、原則、紅線，慢慢的梳理出來。我是不是既兼顧了拓展，也兼顧了務實？所以往這個方向去。我為什麼講這很重要？即便2026打完之後，你這些像軍火庫一樣，一個一個軍火庫，28不用嗎？就很多人談，就是說你地方選舉純談地方治理就好，這樣當然是一種方式，沒有錯的，因為以前這樣贏過嘛，是一種成功模式。但是我一向都是想，你26對可以這樣子。但是26完之後，你還是要面對。那你要去想，26完之後離281年3個月，你如果那個時候才開始準備，我認為一定來不及。打選舉打贏2個，社會氛圍就這兩個要素俱全，你就會贏，就是這樣。但是問題就是國民黨輸什麼？沒事輸準備。我個人認為連續3盤總統大選會輸，原因是什麼？準備不夠。你16年那一盤，當然就是你整個這個社會氛圍也不在我們這裡了，你中間還有換人等等，當然就是準備不夠嘛。20年那一盤一樣，我認為準備不夠。我不能等26結束我才想28嘛。我當然是26跟28，我就一起想，現在會面對什麼？接下來可能是什麼？他會在每個政治人物在裡面的角色分別是什麼？你要提早準備啊，整體一盤棋啊。我認為鄭麗文主席他就講，他說他的工作就是把準備工作先做好，然後讓候選人有更大的空間去發揮。我認為這個就是很好的後勤的角色，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我也是完全認同。26、28會面對哪些事情？所以為什麼先處理了藍白合？為什麼要先下鄉？氛圍一直都在。其實我覺得選舉氛圍已經到了，但是你的選舉準備，你有沒有做好？結構性的調整，戰略的一個縱深的開闊，國際局勢的激烈變化，就一般人很少去看國際局勢的改變。從以前的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化的時代嘛，對，全球化的時代，大家就開始和平合作，不打仗了，裁軍等等，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國民党過去的兩岸交流，為什麼這個牌打得這麼好，那麼多的民意支持，其實是因為全球化，大家都希望合作。但到2016開始，英國脫歐啦，川普當選啦，全球化倒退了，大家開始對於全球化帶來的成果能不能被公平分配，產生了很大的質疑。那麼這樣的一個質疑轉化成加上你新媒體的崛起等等，民粹主義的上升，然後國際秩序因為這樣就改變了，他就開始進入了一個比較混亂的時代，所以就形成了所謂的中俄威脅論，所謂的重新再圍堵，全球圍中，所以它就是一個對抗的局勢。再去想，那你覺得國民黨的主張跟論述有辦法在那個時代討到便宜嗎？但是問題是，民進黨為什麼還有不等死的空間？因為國民黨過去的經驗，這是一種
感覺了。所以提早處理，誰當家誰負責誰倒霉嘛，永遠甩鍋那是没有可能的。你民進黨想甩鍋什麼？我講白了，4000億簽下去，你看你還有多少什麼甩鍋？你想等死吧？